刘星，刘星，你不能死啊！是谁在说话？刘厨，你作为我龙国的最后一位厨师，我龙国全体人员恭请您出山。我龙国全体人员请您出山。出山啊！啊！我等魂骑梦请，求刘厨为我龙国扶危拯逆，再铸华章。求刘厨为我龙国扶危拯逆，再铸华章。别吵了，别吵了，我答应就是了嘛。好嘞，刘厨他答应我们了。头好痛，有记忆涌进来了。这个世界神明降临，开启了国运美食擂台，每个国家都将派出厨师在擂台上比赛，以本国的美食决定胜负。胜利国可以获得各种奖励，失败国则会永远失去一种食材。这个世界因为预制菜与快餐的大肆发展，导致龙国美食文化断层，在国运擂台上连输了99场。如果再输一场，龙国则会彻底从世界上消失，而我就是龙国的最后一位厨师。可虽然我穿越过来之前是特级厨师，可我早就失去了味觉，20多年来只能做一做后厨切配的工作。如今要我代表龙国参赛，恐怕……刘星，我龙国此次处于生死攸关之际，如果不能跨过这道坎儿，我龙国就完了。龙国人，不要再用美食文化断层粉饰你们的无能啊！我看你们龙国根本就没有过美食历史，龙国的厨师就连菜刀都用不明白。龙国有句古话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要是你们现在对我大霓虹国俯首称臣，把国土让给我们，我霓虹国还可以把排放废水的那片海洋里的生鱼片给你们吃。闭嘴！都给俺老孙闭嘴！我龙国当然有美食，比如……警告：神明不能说出有关本国美食文化内容。真是气死俺老孙了！大圣，请您别自责，要不是您这么多次一直帮着我龙国，我龙国恐怕早就……别急呀，龙国神，大家都知道你们龙国的神明能打，可这里是美食擂台，光能打是没用的，还是要靠厨艺来决定胜负。龙国怎么还没人出场？不会是因为对上我们历史悠久的半岛国不肯继续比试了吧？我们半岛国这次出场的厨师可是大名鼎鼎的朴不成先生，经过米林林评定，现在已经是半部米林林1星境界主厨了。这些龙国人看到我们的朴不成先生，只有跪舔的份儿。不过是区区罪儿小邦，也敢挑衅我龙国威严？我刘星愿意代表我龙国出战。刘星他上台了，可他真的能比得过朴不成吗？那可是半部米林林1星境界，传说中只有能完整做出一道菜的厨师，才能被评为半部米林林1星境界。可恶啊！要是我龙国美食传承未断，又怎么会？看来龙国是真的没有能够出战的人了，竟然派个小屁孩来与我这个米林林半部1星级中厨对决。半岛国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龙国只能够匍匐在我半岛国的传统美食之下。你们半岛国真是容我龙国太甚！若不是国运擂台降临，各国之间主动挑起战争会受到处罚，我龙国第一时间就灭了你们！你们龙国的野蛮人，是因为没有美食文化就开始胡搅蛮缠了吗？别先放狠话，还是早一点想一想，等下擂台输了之后，你们龙国人吃什么吧？你说的不对，我龙国并非没有美食文化，不如说我龙国的美食文明才是世界上最璀璨的美食文明。
小鬼，龙国没有美食文化，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陈三阳，你一个10几岁的小孩能会什么厨艺？不会是因为害怕输给我，在这里虚张声势吧？我龙国传承至今，有《黄帝内经》记载：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后又有《吕氏春秋》所记：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才，九沸九变，火之为纪。我龙国早早提出了关于食材应用调和之制，并以烹饪一道暗合天地大道，著述清晰，传承永续。这如何能说是没有美食文化？不过是你们这些蛮夷外民不识我龙国美食文化之理罢了。好，好，好，味三才，九沸九变，火之为纪。炒菜要用明火，这一点可是我数代龙国美食专家经多方考证总结出来的。没想到刘星小小年纪居然能有如此学识，真是我龙国之福啊！好小子，老孙看好你，你等会儿弄一手给他们瞧瞧。叽里呱啦说什么呢？我看都是从我5000年文化的半岛国历史里抄的。小子，你别太得意，无论嘴皮子多能说，做饭的手艺是拼不了人的。你要是现在磕头求饶，说不定等下我还能饶你一命。夏虫不可语冰，我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开始比赛？曹小子，敢不是我！龙国与半岛国开始美食国运对决，正在抽取本次考题，考题内容为同类菜品比拼，比拼菜品为饺子。啊！饺子啊！竟然是饺子啊！全世界都知道，我半岛国刚刚在老英国那里申请了饺子专利。这饺子是我半岛国的传统美食，也是我最拿手的一道菜。正是因为这道饺子，我才被评为颁布米林林一星之策。居然是饺子！看来这次龙国输定了。说起做饺子，可能只有我们霓虹国的大厨能与半岛国抗衡。至于龙国这个厨子，恐怕连什么是饺子都不知道吧？你是说饺子是你们半岛国的传统美食？你怎么不说孔子也是你们半岛国的？没错，你怎么知道？孔子当然也是我们半岛国人。哎，你这小神说话却好似放屁！原老孙一棒！警告：国运美食擂台上不能动用暴力，否则将会对本国人民降下惩罚。为了防止再有暴力行为，现在将你们分别放入各自国家观众席前观战。要不是这破擂台一直用我龙国子民威胁老孙，老孙早就把你们这些不如小钻风的草头小神一棍子拍扁了。我看你们这些下等人废话了啊！你就站在那里，亲眼看着我做出的完美饺子是怎么把你打得落花流水。接下来我要让大家看看世界上最完美的饺子——泡菜豆腐馅饺子。泡菜豆腐馅儿，你半岛国煮饺子竟然不放肉吗？龙国的这小子脑子秀逗了吧？放肉那么大一块，完全包不进饺子里，而且猪肉有腥气，根本做不了馅儿。这么基础的问题都需要问，看来龙国这次肯定是完了。大块把肉切成馅儿不就好了吗？肉要是有腥味，就加一点葱姜水进去。为什么这些人连这都不知道？看来是龙国美食文明断层，连基本的五味调和都忘了，导致这些周边的国家也受到了影响。看到了，这就是我半岛国独家秘制的饺子馅料，这就是我们半岛国七星科技素食连锁公司的核心科技。成个半岛国的国民都多亏我们半岛国七星科技公司的饺子，才能活到现在。有了它，
可以工业化两层就炸。用机器打豆腐馅料，那不都成豆腐泥了吗？用预制菜的机器来参加美食大会，这也能被称为厨艺？竟然是七星科技公司的产品。七星科技公司背后据说有老英国的资金支持，看来龙国这回真要完了。接下来给大家展示的是我的成名绝技——手切饺子皮。手切？正宗的饺子皮不都应该是手擀的吗？这饺子皮是以七星科技的成品面皮，加之以贵妇神工的刀工切制成。接下来只要将馅料加入其中，最后以模具扣之后用沸水煮熟，便能制作出我们本岛国的传统美食——泡菜豆腐馅饺子。此次半岛国美食泡菜豆腐馅饺子评级为 A 级。接下来，请各位品尝半岛国选手的饺子。真是人间顶级的美味啊！半岛国成功做出了 A 级食物，我们半岛国的美食是天下第一。味道上确实很不错，不愧于 A 级美食的评价。但跟我们霓虹国相比，半岛国还差了一点。真是难吃死了！泡菜豆腐馅儿，这也能叫饺子？你们这帮外国人是真没吃过好东西。想当年，俺老孙……警告：神明不要尝试卡 bug 说出有关本国美食文化内容。哼！可恶！没想到居然真的被他成功做出了传说中的饺子。难道是天要亡我龙国吗？看来我龙国的存亡只能靠流星了。怎么了，流星？快动起来呀！咸味，是咸味儿。没想到重生之后，我的味觉竟然恢复了。小子是看到我们半岛国的饺子之后吓傻了吧？重活一世，味觉恢复，这是上天对我的嘉奖。而现在背负龙国特级厨师之名，我不能输。这小子在干啥？刚才大家不是已经说过饺子馅不能放肉了吗？为什么他还是拿出来这么大一块猪肉？果然是不通厨艺的小屁孩！你打算拿这么一大块肉干什么？直接裹在饺子皮里面吗？流星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据传，我龙国有一失传食谱，名字里面有一道辣椒炒肉。难道流星是要做那道菜？可要是违反了比赛规则，无论成品如何，都会被判负的呀。猪肉好啊！看来你小子是要做那道菜了。是的，大圣，我将会用我的厨艺正本清源，昭告世界，什么才是真正的饺子，什么才是真正的美食文化。要想拌好饺子馅，首先要准备一锅好的葱姜水。吕氏春秋有载：夫三群之虫，水居者兴，肉绝者燥，草食者膻。想要调和猪肉的腥味，就需要用到香料的香气来中和。直接加入各种香料的话，味道会过重，所以用香料泡出的水来去腥。花椒，花椒，他居然加了花椒！他想干什么？什么？他居然想要双线程操作！这种操作下，要同时兼顾锅里与案板上的食材，不小心就会前功尽弃。这是自寻死路，只有达到米零零2星主厨境，才有可能掌握双线程操作之法。这下龙国完了！龙国加油！我们这些小国相信龙国的能力。没有商业价值的垃圾小国，只是没有美食文化的龙国，还真是鼠目寸光。双线程操作！天哪，是双线程操作！什么？在双线程操作下，整个人有条不紊，甚至快出了残影。这真是我龙国厨师会有的水平吗？哟，这小子的刀法倒是有几分新奇，是个练武的好苗子。世界上竟然还有人有如此凌厉的刀工！我龙国已经整整200年没有出现过会切肉的厨师了。没想到流星随便拿出一整块肉，竟然能用来做饺子馅儿。所谓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肉馅要敲打的足够精细，才能最大限度保存肉汁的美味。调味与葱姜水则要分3次加入，每次都用均匀的力度将肉馅搅打上劲。在最后一次搅打时，加入大葱等配菜，这就是猪肉大葱饺子馅儿。这怎么可能啊？这不是龙国厨师该有的水平。可是，在充分的搅打下，他把的每一块肉馅都丝丝熟做不成，竟然能够顺利封口。什么？我龙国竟然还有此等神技？这就是我们曾失传的美食文化吗？太好了！按照这盆饺子馅的水准，即使流星后面的饺子皮与包饺子都做不好，也至少能与半岛国打成一个平手。接下来则是擀饺子皮，我将会让你们见识到龙国传统白案厨师的功底。白案，也就是传说中的面点师傅，这个词在我们龙国只有口耳相传的只言片语，没想到今天竟然能有幸亲眼见到。什么？是面粉？难道流星是要？是现擀的饺子皮，流星是要在擂台现场现擀饺子皮，这可是失传多年的技艺呀！这怎么可能？所有人做饺子都是从工厂批发而来的饺子皮，怎么可能有人在现场现做？面粉、水，用凉水将2者搅拌成絮状之后，加入盐和食用油，略微搅拌后，准备开始揉面。揉面的秘诀在于像搓衣服一样，把面搓至光滑，这样的面有口感又不易破皮。还是怎么把散落的面粉变成一整块面呢？简直就是魔术！这是龙国美食文化带来的魔术，上面甚至还闪着油光。我甚至全程除了手以外，就只用了一双筷子。这就是龙国失传多年的美食技艺嘛！不愧是美食大国。接下来是擀面。天哪，这简直是神迹！天佑我龙国，我们这次真的能赢！这样下去，我龙国复兴有望！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人的速度怎么可能快到这种程度？难道他是米林2星境界的大厨？嘿嘿，我看这小子耍擀面杖的样子，也有俺老孙挥舞如意金箍棒打上天庭时的几分雄风啊！最后一步是包饺子。你们龙国落入我们半岛国的陷阱了。早在今年年初，我们半岛国提香集团就已经把包饺子的方法在洛英国那里申请了专利。如果你们用我们的方式包饺子，那就是侵犯我半岛国的专利。什么？半岛国竟然如此无耻，包饺子的方法申请了专利！可恶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无论是输是赢，我们的美食文化恐怕都要被这些家伙偷走了。到底应该怎么办？流星他有应对的方法吗？无耻！包饺子方法是广大人民的劳动智慧，怎么能被申请成专利呢？我们老英国尊重企业家的智慧与独创性。我的酒杯，这叫智取，这是我大半岛民族的智慧。无知小儿，想死的话，俺老孙成全你！你想做什么？孙猴子，这里可比不得天上。想想你身后的那些龙国人。大圣息怒，我已经想到应对办法了。好，俺老孙等你为龙国证明。包饺子而已，半岛国人不过是申请了1种包法专利吧。我刘星今天要用100种包法来包饺子，告诉世界谁才是真正的文化拥有者，而谁是卑劣的小偷。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接下来好戏开场了。60、61、62，真的能包出100种饺子，看来是我轻敌。不过嘛，去，实力不强，小动作倒是挺多。老实待着去！天哪！81、82、98、99、100！流星万岁！龙国万岁！流星真的做出来了！太好了！
我们有救了。或许他真的能带领我们龙国走出这段黑暗的时代。比赛继续。这场比赛的最后一步就是煮饺子。可恶，不就是厨艺强吗？让你煮个饺子，还能煮出花来不成？还有你，死猴子，这笔账我记下了。老孙还怕你不成？好小子，把那道菜做出来，让他们看看饺子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是自然的，大圣。这煮饺子第一步是决定饺子口感的关键一步。烧水，水被烧得略微冒泡时，加入一勺食盐。这是为了在煮饺子的时候增加饺子皮的韧性，以此来达到增加口感的作用。最后下饺子不用沸水来煮饺子，是因为饺子皮表面的淀粉在遇到高温后会发黏，同时也可能造成饺子夹生的情况。原来是这样。这小子究竟从哪儿弄来这么多歪门邪道？要煮了包饺子，就老老实实结束啊！煮饺子第二步则是要在水烧开之后加入一些凉水，让水体回滚，利用水体的降温与升温交替，让饺子的口感更加爽滑筋道。这个过程重复3次之后，饺子煮好了。这不可能，这竟然是……检查到龙国做出的菜品水平达标，文化赋能环节开始。居然是文化赋能吗？当一道极好的菜品做出锅时，极有可能会触发文化赋能的环节。文化赋能要是做得好的话，美食的最终评级会上升。可要是没做好呢？流星，龙国已经经不起失败了。世界上谁不知道，你龙国根本就没有美食文化，触发文化赋能又如何？做菜做得再好又如何？到头来还是赢不了我们。老东西，接受事实吧！无耻，畜生，简直猪狗不如！快，大家快上网查查，找饺子有关的文化历史故事。只要能挺过这一关，我龙国就还有重新崛起的希望。不必了，谭军，你的愿望恐怕要落空了。如流星开启国运美食文化赋能，旱季风霜烈，苍生动耳残，仲景怜民苦，良方济世安。肉和新贵暖，皮果药香漫，金石盘中搅，游丝稀碎寒。我龙国子孙流星，以张仲景医圣之名，为龙国饺子赋能。我就说龙国没有美食文化吧，一道美食居然召唤了一个医生出来，还有行医资格证吗？龙国，你们完蛋了！龙国无论把自己吹得多天花乱坠，也改变不了龙国美食历史浅薄的事实。还是早起来跪舔我们霓虹国，献出国土，到时候我们霓虹国还可以赏你们一点剩饭吃。可恶啊，就差最后一步。无论如何，这次我龙国一定要保下流星，只要他还在，我们龙国就还有崛起的希望。历史浅薄，我看未必吧。东汉末年，民间疾苦，医圣张仲景告老还乡回到南阳时，正是严冬，百姓衣不蔽体。建安纪年以来，未过10年，死者3分有2，伤寒时居其7，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豪气之哀。饥饿与严寒无情地夺走龙国百姓的生命，即便侥幸不死，耳朵也尽皆冻坏。医圣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于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以羊肉与温补药材制成驱寒焦耳汤，挽救了万千龙国百姓的生命。这便是饺子的来源，是我龙国医圣济世救民之举所成。今日我流星在此国运擂台上，为我龙国美食正本清源。怎么会？经验证饺子为龙国美食文化，半岛国与霓虹国饺子文化未虚构，罚两国不能再食用饺子，现有饺子生产线全部销毁。行吧，我齐心公司没得数亿利润，全都靠我齐心公司的全职生产线。那些贱民，只要给他们一口东西吃，他们就会源源不断为我买单，这下绝望了！完了，我们半岛国彻底完蛋了！齐天公司真是废物！
你们为了销售饺子垄断市场，赚了我们普通人的钱，最后的惩罚居然还要我们来承受。好一个正本清源！龙国美食文化原来一直在被这两国偷窃，今日终于能够正本清源，重见天日了。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回属于我们的美食文化了！他的文化赋能还没有成功，国运擂台还没有宣布他的胜利，我还有机会。不是我的文化赋能没有成功，而是我的文化赋能还没结束。什么？龙国饺子文化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被医圣发明出来的那个瞬间，更在于张仲景对天下百姓吃饱穿暖的朴素愿望。最开始，饺子在刚发明出来的时候被称为饺儿，后经演变又称为饺子或扁食。我龙国认为，在大年30这一天的子时是新年与旧年的交接时刻，也就是交子之时。在这个时间点吃饺子，就有了庚岁交子的含义，寓意着新旧交替，辞旧迎新，祈求来年顺遂平安。而今天正是我龙国的除夕，我龙国民众应吃饱穿暖，在家里怀着对明年一年的美好期望，煮好饺子，一家人和美团圆地坐在一起。民以食为天，龙国的美食文化是为百姓而生的。辞旧迎新，祈求来年顺遂平安。原来饺子还有这样的含义吗？团圆，一家人一起吃饺子。妈，我想你了。这就是龙国的文化，这就是龙国的除夕。龙国的美食文化是为百姓而生的。好啊，好啊！没想到我的饺子还有这样的寓意。我的愿望是，新的一年里，龙国大家都能吃饱穿暖，团团圆圆。从明天开始，龙国将步入新的一年，再也不用受任何人的欺凌。我们龙国人会为了自己而奋斗努力，我龙国将辞旧迎新，获得真正的幸福。好样的，好样的！检测到龙国文化赋能成功，最终饺子评定结果为 SSS 级美食。汉词：除夕清寒包饺子，悠悠岁月古今同，形如元宝先相遇，为比珍馐暖意融。龙国获得奖励，国民身体素质提升50%，国民气运提升50%，龙国每人获得1盘饺子。原来这就是饺子，这就是龙国美食的味道吗？这比预制菜也好吃太多了。我们龙国复兴有望了，这饺子也太好吃了！哇，是饺子耶！不错，就是那个味道。自打蟠桃宴之后，俺老孙已经好久没吃过这东西了。你小子手艺倒是不错。怎么可能？一碗破饺子而已，那好吃到哪里去？这可是龙国人的宝稀巴了，不行！等一下，这味道怎么会？饺子皮美味弹牙的顺滑口感在口中游走，在紧咬开饺子的一瞬间，无穷的鲜味连同汁水一同爆发出来，经过充分搅拌过的猪肉馅仿佛在嘴里活过来一样，我不敢信，怎么会这么好吃？这种滋味太美妙了，竟然能把饺子做到这种程度。这是何等的厨艺！龙国的美食果然惊人，这就是他们失传的底蕴吗？是大葱，他加了大葱，大葱的辛辣味道被饺子的猪肉汁中和，从而激发出了更复合的香气，这真是太棒了！切，什么龙国饺子，油腻腻的，一点都不好吃，不如我半岛国的泡菜豆腐饺子清爽。哼，你这小仙从刚才开始筷子就没停过，怕是平常连肉都很少吃的，现在也好意思说龙国的饺子不好吃？各位，俺老孙觉得这国运擂台的胜负已经确定了。本次国运擂台比赛的结果为龙国胜出。
奖励龙国恢复10种食物，而半岛国作为失败国，将以失去泡菜作为惩罚。啊，好惨啊！没有你，我们半岛人要怎么活呀？这一切真的被龙国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臭小子搅局。是他，我们七星集团早就打进龙国市场了。我人彻底被我们半岛国奴役。赢了，我们赢了，我龙国终于赢了。流星，好样的！赢了，我们赢了！太棒了，我们终于赢了！你是我们龙国人的英雄！流星，谢谢你救了龙国，我代表龙国全体人民感谢你。请不要这么客气，我只是尽到了身为一个龙国人应尽的责任。趁着这会儿时间，多笑会儿吧，毕竟等一下就笑不出来了。你们龙国呀，可是在刚才的比赛中违反了规则。本来以为废物半岛国能解决你们，现在霓虹国要向龙国发起美食国运比拼。什么？犯规？国运擂台上规定，每个国家只能用自己的美食文化厨具，而你在擂台上使用了不属于你们龙国美食文化的厨具，违反这一规则，龙国就等死吗？不可能，我用的明明都是龙国美食的传统技法与厨具。哼，流星，没想到你也有失策的时候。厨具会是哪个呢？筷子。没错，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筷子的文化是属于我霓虹国的。不好，我龙国没有相关典籍能证明筷子是我龙国的。这一点，如果被判定为犯规，我们这一场美食擂台对决就会被判输，之前做的一切努力就要化为乌有了。这帮狼子野心的垃圾一直觊觎我龙国的国土，难道龙国气数已尽了吗？马上，龙国就会彻底翻不了身了。到时候，你龙国的土地、矿产、工厂、大好河山，就全都是我们霓虹国的啦。剑玉雷，你好大的口气！哼，流星，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嘴硬？现在可是你们龙国抄了我们霓虹国的东西。抄？我只听说过有儿子长得像爹的，可没听说过爹像儿子的道理。什么？你竟敢说我大霓虹国是你龙国的儿子？不过比喻而已。硬要说的话，比起儿子，你们霓虹国更像是一条不成气候的看门犬。傻子，你说得好，解气，解气！竟敢如此侮辱我霓虹国！这次你龙国已经犯规，马上就是死路一条了。看你这小屁孩还能使出什么招数？我不需要使用出什么招数，因为筷子本就是我龙国的。大言不惭！你们龙国这么做是剽窃。龙国文化早在《礼记》中有载，耕之有菜者用家，这说明了筷子的作用。推彭物语又载，立柱绘制，呼为筷子，说明了筷子名称的来源与演变。因此，筷子自然是我龙国的。谁知道你是不是骗我们？全世界都知道，你龙国的美食文化早就断层了。看好了，什么是真正的筷子？这是独属于我龙国文明的瑰宝。筷子分2根，意味着阴阳调和，上圆下方代表着天圆地方，人手执之则代表着天地人和。所谓天和，风调雨顺；地和，五谷丰登；人和，家业兴旺。筷子长6寸7分，代表着7情6欲，这些理念都与美食之道无比契合，代表着我龙国生民的朴素民愿。霓虹国，你们国土狭小，四面环海，粮食不足，喜食鱼类。筷子做成尖头是为了方便插取食物，可这说明，即使你们霓虹国抄我龙国筷子文化，依然抄都抄不明白，筷子插在食物上，形似插香，是给死人供食才会做出的举动。也就是说，你霓虹国人每天吃的都是死人饭。对，没错，真是痛快啊！说的有道理。不，这不是真的。我霓虹国乃天朝上国，你这样胡言乱语，
国运擂台不会承认的。还敢嘴硬？好打！龙国所使用美食文化经验证属于龙国，不存在剽窃行为，请龙国神明不要使用暴力。算你这破擂台还有点眼光。是美食文化，流星没有骗我们，这是属于我们龙国的美食文化。这怎么可能？像你们这种剽窃其他国家文化的小国，骗人骗到连自己都信了，还妄想倒打一耙，真是可笑。要是没有其他事情，就正式开始这一次的擂台战吧。可恶！就算你龙国能把筷子这件事狡辩过去，我霓虹国也绝对不会输给你。出来吧，李丽玲三星主厨茂阔太郎。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不愧是我们霓虹国的大厨，一看就是懂礼数的。千羽雷大人，不知道是哪一个不怕死的，竟敢非议我大霓虹国的文化。就是龙国那个年纪不大的小厨师。茂阔太郎，打败他的任务交给你了。小子，听说半岛国的漂不成就是被你打败的，你确实有资格做我妙苦太郎的对手。我一定要正面击败你，让龙国没有东西可吃。到时候我霓虹国就能顺理成章地接管你们龙国的国土了。不愧是霓虹国，知小礼而无大义，一上来就假惺惺的到处鞠躬，结果一开口，狼子野心便暴露无遗。依我看，霓虹国所谓的礼数，不过是一堆虚伪的垃圾罢了。你竟然敢侮辱我大霓虹国！怎么，你不服？要不俺老孙帮你把皮子剪一剪。你公然侮辱我大霓虹国，我赌上山本家族的名誉，一定要你付出代价，否则我就切腹自尽。我霓虹国向龙国发起国运美食对决。霓虹国向龙国发起国运美食对决，正在抽取本次考题。考题内容为同类食材比拼，此次提供的食材为鱼。没想到竟然是鱼！龙国的小子，你可以早点准备好自己的遗言了。鱼类料理要从杀鱼开始，难度大家有目共睹。霓虹国的茂户太郎潜心研究60年，制作各种鱼类刺身，被称之为刺身仙人。流星，这一下你们龙国人完蛋了！什么？刺身仙人？60年的做菜经验啊，这可怎么办才好啊？还是最难的鱼类料理，流星真的会做鱼料理吗？我们要相信流星，他连传说中的饺子都能做得出来，一定能打败那个茂库太郎的。希望等下抽食材的时候，流星能抽到好点的鱼。现在，请双方选手上前抽取食材。现在，请双方选手上前抽取食材。不懂礼数的龙国小子，无论是什么鱼，玩刺身仙人都能呈现出它最美味的氛围，而你们龙国只能败在我们霓虹国的手下。霓虹国选手抽的食材为蓝鳍金枪鱼1条。太好了，是蓝鳍金枪鱼，刺身料理的绝佳材料。茂库太郎，看你的了！中国小子，我会用我的厨艺让你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没想到竟然是做鱼，龙国做鱼类料理的方法可能不下于1000种。让我看看这次能抽到什么鱼。抽取食材。龙国选手抽的食材为草鱼1条。居然只抽到了一只最普通的草鱼，看来这次我霓虹国是赢定了。可恶，流星这次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一条普通的草鱼怎么可能赢得过蓝鳍金枪鱼？
老孙怀疑这次抽食材有黑幕，算不算抽？双方选手所用食材一经抽取，不允许更改。草鱼又如何？这次就让全世界知道，我龙国的鱼料理同样也是世界第一。嘿嘿，我没听错吧，小鬼？你打算用菜市场里只100粒红币就能买到随处可见的垃圾食材，和我这价值5亿粒红币的蓝切金枪鱼？你不是在做梦吧？我就让你知道，我这种只有贵族才有资格享用的美食，与你这种只有贱民才会吃的垃圾，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你一口一个贱民，难道觉得你要做的菜很高贵吗？没错，那些连钱都付不起的贱民是没有资格品尝我的厨艺的。那我就告诉你，我龙国美食文化中的每一道菜都是普通民众发明的，同样也是为了做给普通民众吃才出现的。便宜又如何？我龙国的美食文化就是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作为龙国的厨师，即使只有一条普通的草鱼，处理得当的话，一样能够做出超过蓝鳍金枪鱼的美味。好样的，小子！让这老头知道我们龙国美食的厉害。你们会后悔的。看好了，首先是去掉鱼头，然后将整鱼身体分为4个部分：2块背肉、2块腹肉、2块背肉菜柴，扔掉。整块腹肉把油脂吸的大腹以外的部分全部丢掉，然后再将大腹上面筋过多的舌骨与油脂不足的血筋丢掉，只留下一块油脂丰富的双颊肉。这片头精致摆在碎饼上，配上我霓虹国特制的芥末酱油，这道顶级的料理就完成了。金枪鱼双将切片刺身，喷上。强的刀工，没想到这个时代下，有人竟然能完整的做出一道鱼类料理，而且那鱼片薄的可以透过阳光。完了，霓虹国竟然能做出这样完美的料理，流星会赢吗？中国的垃圾厨师，在我的神奇般的厨艺之下颤抖吗？这份就算是给猫吃也不够吧。此次霓虹国金枪鱼双酱切片，自身评级为 S 级美食。S 级美食，竟然是 S 级美食！龙国厨师，这次输定了。不过也多亏有你，才能再次品尝到这顶级刺身的滋味。能输在我大霓虹国的 S 级美食下，也算是你的荣幸。太寡淡了，让老孙吃不惯。你们这帮外国神也是没吃过什么好东西，而且你们一条鱼丢了那么多，你知道那些鱼能做成多少菜，填饱多少人的肚子吗？龙国的神就是小家子气，贱民的生死有什么可在乎的？无论你怎么说，也改变不了你们这次对决将要失败的事实。天哪，我的天哪！没想到能做出完整的鱼类料理，还是 S 级美食。流星他做得到吗？我相信流星，他可是做出过 SSS 级美食饺子的人。流星加油！加油！流星加油！流星加油！不要再自我麻痹了，在我们大霓虹国的生鱼片面前，无论你们做什么努力都是徒劳的。中国人就是这样，总以为大喊大叫就能解决一切，只有看到结局，他们才会明白现实是残酷的。既如此相信我，我怎么可能说区区一道刺身一定要赢？一条草鱼而已，我看你能做出什么花来。我今天要做的菜是1鱼20只全鱼宴。我看你是脑子烧坏了吧？用1条鱼做20道菜，你整个龙国一共有20道菜吗？
无知的年轻人，本来以为你藏了什么必杀技，没想到只是个会吹牛的菜鸟。像你这样撒谎成性的龙国人，败在我米零零3星厨师手下也是理所应当。一条鱼做20道菜，我龙国真的有这么多可以做的菜吗？流星还是年轻，此举实在是太过于冒险了。你们没见过的东西，并不代表不存在。我龙国历史上下5000年，不要说20道鱼类料理，就是100道、200道，我也做得出来。你小子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今天龙国的虚伪面目就会在全世界面前揭穿。我的刀工你也见识过了，要是识相的话，你还是早点认输吧，这样至少还能体面些。你这老头不过是切了一盘生鱼片而已，到底是谁给你的底气，在我龙国厨师面前狗叫？龙国小子，你还敢嘴硬？看好了，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好刀工？不是说要去骨头吧？拿一把小刀在鱼嘴里划什么？难道等鱼自己把骨头吐出来吗？原来是这样，好小子，真有你！知道俺老孙最近郁闷，给俺老孙变了个戏法儿。嘿，嘿嘿！你们龙国人不要再卖关子了，不过是去骨头而已，还能玩出什么花样？这怎么可能？你在说什么？一个龙国小子切了一条鱼而已，有什么值得惊讶的？条鱼居然自己把骨头吐出来了！那条鱼自己把骨头吐出来了！不可能！让我看看。这不可能！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不过是一些人坐井观天，目光短浅，自然以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我没看错吧？吐出来了！居然自己把自己的骨头吐出来了！错吧？天哪！怎么可能？简直这是魔术！魔术吗？这龙国的厨师技巧不简单呐！传说中只要刀工够好，就能在不破坏鱼的肌肉的情况下把鱼骨剔除，从而达到鱼自己吐出骨头的效果。它可是至少需要几10年的潜血苦练才能做到的神技，一个小屁孩怎么可能做得到？你一定是作弊了！所以才说你们是坐井观天，怎么就不能承认别人比你更强呢？这件事对你而言可能颠覆了你的认知，可对我来说不过是日常罢了。经检测，龙国选手并无作弊行为。我不信，我不接受！我苦练了40年，为什么我做不到？你冷静一点，不过是一个戏法而已，做到了又如何？一条鱼做20道菜，他是不可能成功的。最终的胜利是属于我霓虹国的。没错，不过是一个戏法而已。一条鱼做20道菜是不可能的。自然线不允许有人比我在做鱼方面的刀工更强。老子，你死定了！我一定要将你挫骨扬灰，碎尸万段！痴人说梦，打不过就说别人作弊，玩不起就别玩。现在说1鱼20吃不可能，等下我真做出来20道菜，你又不愿意。这次还敢辱我？这次擂台，你红国消耗20年国运，申请生死战。检测到霓虹国选手申请生死战，此次擂台胜负将直接关联2位选手的生死。不好，这是针对我龙国流星的一场斩首行动。本事不大，脾气还真不小。既然你不惜消耗国运也要针对我，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龙国的美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碰瓷的。首先是鱼头，铺满剁椒酱，加入葱姜料酒，
开个中考之后小热油，这就是剁椒鱼头。在锅里微微煎个金黄，加入豆腐、香菇等配菜，放入砂锅中，用小火慢炖。做好后，这就是砂锅鱼头包。鱼头，我从来没有想过鱼头居然能被用作料理，而且是2道菜，一道以辣味为主，火辣刺激；另一道则以鲜香为主，浓郁鲜嫩。这就是我龙国美食的真正实力。明明是没人吃的鱼头，看起来这么有食欲。那个辣的鱼头，真是让人看着就流口水。好有食欲啊！我要用玛丽阿姨的皮鞋狠狠地踢你的屁股。明明是那道鱼头包的味道，看起来更清淡好吃。这个龙国厨子到底还要给我们多少惊喜？接下来是鱼身，鱼身细刀花切成蓬松不断的条状，油炸后淋上糖醋汁，这就是松鼠鱼。鱼身切片后，分别有花椒和酸菜煮制，这就是水煮鱼、酸菜鱼。最后的鱼身切成块，用酱油和糖色红烧，这就是红烧鱼块。已经做了6道菜了，这个流星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种鱼的做法？而且它的速度怎么这么快？居然有这么多吃法！我不信，我的生鱼片是最好吃的。还没完，接下来是鱼腩。首先是以外酥里嫩而著名的香煎鱼腩，然后是以肥香四溢为卖点的清蒸鱼腩。8道菜，怎么可能？一条鱼身上居然能做出这么多菜！我的小子，你已经完了！这就现在只剩下一顿没人要的边角料，一点肉也没有，做不出20道菜。还有什么边角料？不过是你这个没有能力的厨师给自己找的借口罢了。你真敢说我是没能力的厨师？你现在只剩下一副大鱼尾的骨架和一堆鱼皮，还有鱼内脏，你还能做出什么正经菜来不成？所谓一鱼20吃，终归是小道。1鱼20吃是小道，像你们霓虹国一样滥捕滥杀就是大道，像你刚刚做生鱼片时丢掉那么多鱼就是大道。你，佛龙国古训有言：俭得之共也，耻恶之大也。诸子之家格言所记，1粥1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对食物的节约，对食材的节约，不只是对食客的要求，更是对厨师的要求。如果一名厨师做出的菜让人难以下咽，这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而我龙国5000年以来，为了让更多的人吃饱，养成了大部分食材都能用来入菜的习惯，不像某些临海小国对大自然不加节制的掠夺，甚至打着科研的名义在海外捕鲸。龙国厨师说的对啊，在我们这些国家里，很多小孩子还吃不饱饭呢。凭什么他们为了吃一口生鱼片，可以扔掉一整条鱼？你这是血口喷人！血口喷人！我今天就带我龙国圣人行教化王道，告诉你们什么叫节约。看好了，我只教1次。不可能！你要干什么？鱼尾是不可能用来做菜的。菜盘铺满姜丝，加入豆豉，将鱼尾置于其上蒸制。豆豉的味道能去除鱼尾的异味，这就是豆豉蒸鱼尾。而另一半鱼尾则裹上面糊，放入锅中炸制后，再以椒盐调味，这就是香酥鱼尾。现在你也不过只做了10道菜。鱼骨熬汤，加入豆腐、青菜等配菜，煮出白汤，这就是鱼骨汤。
鱼骨捞出掰成数段炸制，这就是椒盐鱼骨。鱼皮可以制成凉拌鱼皮和鱼皮冻，鱼杂可以干煸，就是干煸鱼杂。可以煎蛋，就是鱼子煎蛋。还有炸鱼鳞、烧鱼肚、鱼鳔炖排骨、鱼血焖饭。这就是一鱼20吃，这就是全鱼宴，这就是我龙国民族的智慧。这就是一鱼20吃，这就是全鱼宴，这就是我龙国民族的智慧。检测到龙国所做美食达到标准，开启文化赋能环节。文化赋能？怎么可能？又是文化赋能！我不接受！凭什么一个小孩子能做出这样的菜？20道菜，整整20道菜！我一辈子都没吃过20道菜。凭什么这小子光用1条鱼就能做出20道菜，甚至还能够引起文化赋能？还真是小地方来的，一点世面也没见过。我龙国做鱼的方法何止1000种，流行年少有为，做出个20道菜有什么稀奇的？我还有机会，我要玉碎，反正早晚都是要死，只要干掉这小子，哼，我霓虹国就还有翻身的可能性。这怎么可能？自称为刺身仙人的老厨子，难道就只会做生鱼片这一道菜吗？几十年来连大勺都没端过，都给自己养成肌无力了，你拿什么跟我拼？不，我是万民敬仰的刺身仙人，我不敢信。也只有你们这种小国，才会把你这半吊子厨师叫做仙人。骗别人可以，别把自己骗了就好。好了，你的遗言说完了，接下来你可以去死了。现在凡人的苍蝇被拍死了，我要开始文化赋能环节。龙国的厨子，请先不要继续。龙国给了你多少好处，我霓虹国给你双倍，不，10倍。只要你在接下来的文化赋能中稍微放水，霓虹国愿意以最大的诚意接纳你。虚伪的霓虹神明，刚刚还想要我的命，现在就想拿钱收买我。我不需要，这些钱留着给自己买棺材吧。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谈谈，100倍也可以。你在龙国待着有什么前途？我霓虹国不会亏待你的。闭嘴！再敢骚扰流星，俺老孙就打你个满地找牙！文化赋能开启。鱼是吉祥的象征，《诗经》有载：“岂其食鱼，必合之防。”此时就已经有快、制、炸、羹4大基础技法。调定即提到鱼头宜炖，鱼腹宜蒸，鱼皮宜凉拌，鱼骨宜椒盐。而1鱼20吃的传统源于渔民的生存智慧。渔民出海捕鱼，若捕到100斤以上的大鱼，因保鲜条件有限，会当场拆分，鱼肉做鱼丸、鱼糕，鱼皮晒成鱼皮干，鱼骨熬高汤，甚至鱼鳞也会炸成脆片当零食。鱼子腌制成鱼子酱，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渔家子每日在风波中奔波，美食没有宫廷宴席的奢华，但同样也是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鱼与鱼谐音，对鱼类料理的物尽其用，是我龙国人民对劳动报酬的一种精打细算。这些愿望融于这一盘盘美食之中，唯愿天下长治久安，年年有余。长治久安，年年有余。原来吃鱼的文化就是我劳动人民的朴素愿望。龙国美食文化
果真是人民的文化。刘星，他真是大才呀！长治久安，年年有余。俺老孙当年取真经，就是为了这个才去取经的呀。检测到龙国文化赋能成功，最终全鱼宴评定结果为 SS 级美食汉祠11甘竹，一网鲜鱼1碗粥，分部位烹无器物，防止百姓食为奸。龙国获得奖励，国民智慧提升30%，全部国民暗户获得全鱼宴1席。鱼是鱼，是指在书里见过的鱼。好啊，感谢刘星，让我们吃到鱼了。刘星这几道鱼做的各有各的美味，好吃，真好吃，太好了！国民智慧提升30%，这意味着我龙国在各方各面都会出现更多的人才，这是我龙国大兴之兆啊！可恶，我本来明明美食文化已经断层，只是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要不是这个流星捣乱，我霓虹国早就得手了。连续2场高强度美食国战，导致我的体力现在不是很充足，所幸我还是赢了，幸不辱命。刘星，臭小子，快别在那里傻站着了，快些把那些菜给俺老孙也尝尝。是，大圣。哟，好吃啊！这鱼腩肥而不腻，入口即化。你说这玩意儿谁研究的呢？好吃，太好吃了。这鱼块也不错，鱼头处理的也好，鱼鳞炸的也香酥，好吃，太好吃了。好小子，你在这菜上施了什么法术？俺老孙当年在天庭吃龙肝凤髓的时候，也没有这般美味，简直好吃到停不下来了。哈哈！大圣，这一桌全鱼宴看似只是普通的20道菜，实则包含了我龙国东西南北各域的不同口味。我龙国地域美食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不同口味的做法在食用时可以源源不断的为食客提供味觉上的不同刺激。只有20道菜相辅相成，这一席菜才能被称之为全鱼宴。快不要说了，让我尝尝，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凭什么能打败我大霓虹国的生鱼片？这群野蛮人，给我留一口！这是真香！过锅时烹出的锅边醋给人以激烈的香气，而当开口品尝时，又能感受到辣椒强劲的刺激。可如果坚持吃下去，就能感受到酸菜鱼酸辣的外表下所包含着的自然草鱼的鲜嫩风味，仿佛是狂野外表下的温柔的心。这是初恋的味道。极致的美味，鱼生肉的筋道口感，让我仿佛看到这条鱼生前在河水中自由的游动，这是自由的味道。这味道丰富的鱼尾让我想起了我老家恒河水里的美味。我认可你的厨艺了，龙国厨师。本次国运擂台比赛的结果为龙国胜出，奖励龙国恢复10种食物；霓虹国失败，惩罚为失去鱼类食材。鱼类，我们失去的食材竟然是鱼类。我们霓虹国有80%的菜都需要鱼类啊，这下完蛋了。唉，无论输赢，最终受苦的还是百姓呢。大圣不必挂怀，我龙国素有济世爱民之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待我龙国连胜，拿下国运擂台的冠军之时，势必能推翻美食市场上垄断资本的统治，拯救天下万民。哼，痴人说梦！龙国厨师说得好，我们支持你。龙国厨师，不过是一些低种姓贱民的死活，你又何必挂怀？你这等厨艺，不如加入我天竺国，到时候我亲自封你为婆罗门贵族。不需要，我龙国人人平等，没有贵族，不是你们天竺国这群人可以理解的。哼，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你自己找死，那也就怪不得我们天竺国了。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美食文化。我天竺国向龙国发起国运美食对决。萨格尔，让他们知道知道我天竺菜系的厉害。我天竺国是宇宙第一国家，而我是天竺国的第一厨师。
茶根。傻根，这破名字倒是符合你的人物性格。你怎么没有米琳琳评分？你竟然敢侮辱我的身份！我可是尊贵的婆罗门种姓，是真正的上等人。像你这种来到我们天竺，只配给我擦皮鞋。至于米琳琳，那些垃圾根本评判不了我这宇宙第一厨师的实力。你们天竺也跟霓虹一样，打算献祭国运，来跟我开启国运美食对决？没错，你们必须接受我的挑战，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流星，你也不希望龙国被全世界当成软蛋吧？连续2场美食国运对决，我的体力已经有些不支了。可眼下，对方竟然如此嚣张地挑衅我龙国，此时若退，天下会怎样看我龙国？我天竺国消耗20年国运，向龙国发起国运美食对决。流星，你的状态怎么样？这天竺国的选手明显是想要趁人之危，你是我龙国最重要的厨师，你可不能出事啊！已经连续进行了2场对决，这分明是几个国家对我们联合发起的车轮战，这不公平！流星已经连续做了好多道菜了，他现在明显状态不好。可是我龙国美食没有断层，又怎么会让一个少年厨师独自战斗到这个地步？流星，休息吧，这不公平，我们不玩了。这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公平？天真的龙国人。实话告诉你们，你们龙国既然出了这么一个厨师，那今天我们这些国家即使遭受一些损失，也要干掉你龙国的这个厨子。这就是我们几个国家联手起来做的一次斩龙行动。亦或者，你们龙国把西南边境的拉亚山脉交给我们天竺国，或许我们天竺国一开心，就不打这次美食国战了。休想！龙国国土比天竺国休想染指一寸。即使我流星累死在擂台上，我也绝不后退半步。好样的，流星！那是我们的战士们用生命守住的边境。今天的你跟他们一样，都是我龙国的英雄。如果今天你真的有个3长2短，我龙国与天竺国不死不休。冥顽不灵，看你龙国厨子一副快死的样子，怎么可能比得过我天竺的大厨？龙国拉亚山脉早晚都是我们天竺国的。沙格尔，上！是，尊敬的湿婆大人，我天竺国向龙国发起国运美食对决。检测到天竺国向龙国发起国运美食对决，正在抽取本次考题。考题内容为食材选取比拼。此次共抽取10种食材，每人可以选择3种食材，双方轮流挑选，选过的食材不能再选。首先开始挑选的选手为天竺国选手。先让我挑选食材，这也是神的旨意。龙国的小子，看来你今天的失败是注定的了。我已经找到了必胜的方法，龙国厨子，你输定了。我要这个。不好，天竺国选手不讲武德，几乎做任何菜都需要油的帮助。天竺国选手把油选走了，要我们怎么做菜？不公平！食用油本身不应该算作食材的一种。你们龙国不要胡搅蛮缠，既然油放在了桌子上，那自然就是食材的一种。作为神的信徒，这是神给我的指示，只要把油拿走，不管龙国选手你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出来任何菜。没错，这就是我子民的智慧。龙国人还是早点放弃无谓的抵抗吧。没有了油的话，流星恐怕只能做出一道凉菜。可只有凉菜，要怎么才能胜得过天竺国？我要选择的食材是腊肉。哈哈哈！龙国的小子，你疯了吗？没有油的话，你的腊肉也完全没法料理。
这次的胜利就由我天竺国拿下了。第2道菜，我天竺国想要的菜品是鸡。你选择鸡是要制作那个我天竺国的国民菜了吗？没错，我将会用我天竺国传统美食黄油鸡来把龙国这个小厨子打得满地找牙。什么？黄油鸡？竟然是黄油鸡！一直对天竺国的黄油鸡有所耳闻，据说是把香料运用到极致的菜品，没想到今天竟然有机会闻到它的味道。可惜龙国的那个小厨子了，明明厨艺水准很高，可惜连续打了3场，油又被天竺国的厨师先拿走了。这场比赛他输定了。坏了，天竺国可是传统的香料大国，传说中的黄油鸡加入了印度菜独有的玛莎拉香料，是一种将香味发挥到极致的美食。而我们龙国现在只有一块腊肉，甚至连油都没有，这可怎么办？黄油鸡，流星他已经连续进行3场对决了，他还能赢下这场比赛吗？可恶的天竺厨子真是太狡猾了，竟然抢先把油抢走了。流星，加油！我们龙国人相信你。龙国，你们现在只有一块没有办法料理的腊肉，还不如早早把西南那条拉亚山脉割让给我们，以免你们的人民受苦。你要是再在俺老孙的耳旁说些风凉话，老孙就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龙国有句古话，小人畏威而不畏德。看来只有一次把你们这些白眼狼打服，才能让我安定我龙国疆土，抚慰我龙国战士的内心。第2个食材，我选择腊肠。又选了一道肉菜，你是打算做一道生肉拼盘吗？希望小子你在输了比赛之后，嘴还能像现在这么硬。我天竺国最后一道食材选为西红柿。西红柿是黄油鸡的完美配菜。龙国厨子，今天要怪就要怪你运气不好。我们天竺国现在选到了完美的3种食材，将会做出世界上最完美的菜品。我选择蒜苗。龙国的厨子，就算你这个时候选了蔬菜，也只能拌出最多一道沙拉，是没办法赢过我们天竺国的黄油鸡的。你们天竺国人每天就用这种东西做吃的？用手触碰食材，能够直接感受到神明的赐福。像我这样的婆罗门可以做出的食物，本身就是最清洁的。愚蠢的家伙们，不用担心我天竺国的卫生问题。我们擦屁股都是用左手，但是我们吃饭可都用右手的。那么请问，你们做菜的时候也是只用左手吗？你在说什么？我们做饭当然都是用2只手的。哦，那你上次什么时候洗的手？我3天前刚在山上的恒河水中沐浴过。我突然觉得有点恶心了。还用左手擦完屁股，然后用左手做饭，那我们岂不是在吃？不要再说了，我早上吃的东西都快吐出来了。你们这些人没有办法理解神的恩惠，将会是神的器皿。接下来，我天竺国将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这就是我印度几十种香料打成粉末之后混合而成的绝世香料玛莎拉。用它来腌制鸡肉，能够在保持鸡肉水分的同时，最大程度的激发鸡肉的香气。好香啊！虽然它菜做的很脏，可味道确实很香。好浓郁的香气，不愧是香料之国。看来天竺国还是有几把刷子。接下来是热油。龙国的小鬼，看着我天竺国用油做饭，是不是很羡慕啊？你要是跪下来求求我，我说不定可以给你一些肥油用油。炒过天竺菜的油，
还不如我的洗脚水呢。至少我的洗脚水只碰过脚。龙国小子，你会后悔的。看好了，什么才是宇宙第一美食？油热后，撒入西红柿，炒化之后倒出，用榨汁机和腌好的鸡一起，再次回锅复炒一遍。榨汁机，他居然使用榨汁机来处理番茄，不愧是天竺国的第一高手，而且他甚至还会回锅这种只存在于我们龙国文字只言片语中的高级技术。流星可是连盐都没有，这下我龙国完了。不过他那几块鸡在锅里的颜色和形状怎么感觉怪怪的，看起来没有什么食欲。出国，这就是我天竺国特有的神级美食——黄油鸡。此次天竺国黄油鸡刺身评级为 SS 级美食，但因过程中不规范操作过多，食品评级下降，最终等级为 S 级美食。检测到天竺国美食水平达到标准，开启文化赋能环节。不好，是文化赋能。不好，是文化赋能。不要以为只有你们龙国的厨师能开启文化赋能，我们天竺国的厨师同样有着强大的厨艺。沙格尔，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天神在上，我查格尔开启文化赋能环节。黄油鸡是伟大的莫卧儿大帝在占领我天竺国时，用随莫卧儿军队传入的坦杜鲁烤制技术，结合我天竺国的马萨拉香料所研制而成的全新菜式。莫卧儿大帝受我天竺神的指示，将这种军队美食留给我天竺国，这就是黄油鸡的来源。莫卧儿大帝英明神武，其统治范围普遍整片大陆。鼎盛时期，也曾让龙国拉雅山脉的军阀向我莫卧儿大帝称臣。这是我天竺国莫卧儿大帝武力强盛的体现，也是我天竺国武力强盛的体现，是由神向我国查理帝赐福的体现。黄油鸡这道菜是我天竺国武士之佳肴，今日我便要以天竺国武士之名拿回龙国州属于我们的土地。不好，天竺国是冲着我们龙国的国土来的，他们想让国运擂台将我龙国国土作为奖励赐福给自己。龙国人，你们看到了吧？事情已成定局，无论你们怎么做，都是徒劳的。等一等，我有异议。流星，不要在国运擂台上随意质疑他人的文化赋能，如果说不出道理的话，可是会送命的。什么？龙国的垃圾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这下你必死无疑了。送死？不见得吧？天竺国在文化赋能环节中所说的话，存在着巨大谬误。送死？不见得吧？天竺国在文化赋能环节中所说的话，存在着巨大谬误。你们龙国自己的美食文化都断层了，还想插手我天竺国的美食文化，胡搅蛮缠罢了。不过这倒也省了我们天竺国的功夫。我只问你3个问题，如果你答上来，那就是我胡搅蛮缠，我自愿接受国运擂台的惩罚。事实就是事实，不要说3个，就是300个问题也改变不了我们龙国的处境了。第一个问题，你刚刚说黄油鸡是莫卧儿大帝的军队带来的，可据我所知，莫卧儿大帝并非是天竺人，而是鞑靼人。那么黄油鸡明明是鞑靼人的美食文化，怎么又成了你天竺的美食文化？流星看起来不像是胡诌，他竟然真的知道天竺的美食文化。莫卧儿大帝带来的烤制技术与我天竺的香料加在一起，这才形成了这道菜。这道菜也当然应该算成我天竺国的美食文化。文化和而不同，
这没问题。接下来是第2个问题，请问天竺国既然是被莫卧儿大帝征服的国家，又为何能恬不知耻地偷取莫卧儿军队的美食文化来彰显自己的国力呢？说得好，小子！明明这帮天竺人只是被人家统治了，却搞得好像人家本来就是他们天竺人一样，还真是脸都不要了。第3个问题，你说我龙国拉亚山脉的叛徒将你们莫卧儿大帝拱手称臣，可据我所知，200多年前我龙国就已经派人收回了拉亚山脉的失地，平定了内乱。那么那片土地又是怎么成了你们天竺国土地的？是不是你们天竺国人在此台上颠倒黑白，意欲扰我龙国正统？是不可能！你怎么会了解这么多我天竺国的美食文化？不，你怎么会了解这么多我天竺国的美食文化？这么说，我说的都是对的喽？我的厨子，现在闭嘴还来得及。天竺国的小神，你现在坐下也还来得及。警告：国运美食擂台上不能动用暴力，否则将会对本国人民降下惩罚。所以我说的是对还是不对？你说的没错，我的文化赋能确实存在漏洞。不过你也别刻意的太早，你没有赢，无论如何也是赢不了这场比赛的。至于怎么做菜，自有办法，就不劳你费心了。检测到天竺国选手文化赋能失败，惩罚天竺国食品评级降低为 A 级。可恶的龙国人，竟然破坏我天竺国的计划！请各位评委品尝天竺国选手菜品。老孙就不吃了，看着就没有胃口。做的又脏，给哮天犬都不吃。你们这些一帮人，就是不懂得享受。我天竺国美食宇宙第一。这是什么？为照顾各位评委的口味，我留下这只鸡的鸡肠。你处理干净了吗？我保留了一部分的鸡肠的风味，这样你才知道自己吃的是鸡肠。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故意的。这里面有那个东西，这里面有那个东西。哈哈哈哈！天竺菜还真是口味独特，连那种东西都可以入菜吗？哪有这么呀？龙国小子，即使我这次的发挥略有失误，连食用有的没有的你，依然不可能赢得过我。那可未必，希望你等下看到我做的菜，不要哭出来。中国厨师的刀工，无论看了多少次，还是感觉叹为观止。他的刀锋闪烁之间，就好像是一个优雅的舞者。好快的刀啊！刀工好有什么用？只要他没法解决油的问题，那他就永远不可能在这场比赛中获胜。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外国蛮子，连五花肉可以炼油都不知道。等下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龙国传统猪油的威力。油爆声？怎么可能？龙国厨师的锅里发出了油爆声。明明食用油已经被天竺国的选手选走了，他的锅里怎么还有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国娱擂台，我要举报龙国选手违规作弊，他一定是用了自己带的油。没错，他一定是作弊了，否则
他怎么可能会有？有可以有。孤陋寡闻的家伙们，这是我龙国美食的独有技术，以你们的智商，我很难跟你解释。不要再狡辩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所有厨师用的油都是工厂油曲线上的花生油。你难道是用魔术变出来的油吗？魔术变出花生？我龙国厨师可不会在厨房里做那么无聊的事情。这些油是以我龙国秘法提炼出的猪油。这不可能，你一定是作弊了。猪肉怎么可能炼油？听好了，早在3000年前，我龙国便已经开始使用起了以猪为主的动物油脂，称之为膏。脂用葱，膏用酒。自古以来，我龙国就有使用猪肉做菜的传统。你们天竺国自以为是，以为选了油就会把我龙国逼上绝境。我龙国美食文化历史悠久，岂是你们这些奇技淫巧可以超过的？猪油，原来是猪油！这个龙国厨子果然会变魔术。好香的猪油！就是不知道对身体会不会有危害。各位大可放心，我龙国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提过，猪黄、猪膏发煎煮汁，药性润燥，通利。本草纲目又说过，猪油甘、微寒、无毒，具有利肠胃、通小便、除无胆水肿、生毛发等功效。所以适量的吃猪油，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好啊，好啊，等下我可要一饱口福了。即便如此，你也不可能做出比我的玛莎拉黄油鸡更好吃的菜。是吗？就凭这种垃圾也想干扰我？起锅，下入切好的蒜粒与蒸好的豆豉，再下入适量的干辣椒，爆香。好香啊！怎么这么香？比刚刚的黄油鸡还要香。刚刚的黄油鸡味道和这种自然香味比起来，简直就是一坨。你忘了吗？刚刚的黄油鸡里面本来就有一坨。怎么会这样？爆香后，加入腊肠与腊肉，爆炒，再加入酱油与蚝油。使用快速颠勺的方式，让锅中的食材受热更均匀，同时也让调料的各种香气在辣味之间完美包裹。天哪，就好像炸鸡一样！那么快速的颠勺，竟然一点食材都没有掉出锅外。颠勺是传说中的神级技法，没想到今生我老头子还能有幸得见。是杂技演员吗？颠勺颠得好看，有什么用？你的腊肉味道，起来根本不如我天竺国的黄油鸡。确实，与黄油鸡的那种强烈香料味相比，龙国厨师的这个菜味道确实没有那么香。这龙国厨师看起来已经尽力了，可惜还是战胜不了香料之国吗？会赢的。是蒜苗，他加了蒜苗。哇，好香！这蒜苗的味道怎么这么香？本来侵略性略显不足的腊肉味道，再加上蒜苗爆锅所带出的刺激性香味之后，形成了完美的调和气息，不过分刺激的同时，把腊肉的烟熏气味与蒜苗融合，这也太棒了！好，这味道比俺老孙当年蟠桃宴上偷喝的美酒还香啊！哇，这不可能！世界上
怎么会有人有这么高的厨艺？我的烹饪已经结束，现在请各位看好了，我做出的菜品是辣味河炒。好香，看起来怎么这么香啊？这也太香了吧！明明看上去会很辣，可这种香气却无时无刻不在勾引着我来上一口。哇，好香啊！我们至今不知道龙国的美食文化是怎么断层的，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东西。天竺国的美食明明比这所谓的辣味河炒好吃100倍。检测到龙国选手美食达到标准，开始文化赋能环节。文化赋能，又是文化赋能，这已经是今晚第3次文化赋能了，真的跟做梦一样。没想到我龙国也有今天。刘星加油，你是我们的英雄！我的神，我求你脚下赐福，让这个龙国的小子文化赋能失败。可恶，这小子竟然也开启了文化赋能环节，不过是一盘辣味而已，不可能会有什么值得赋能的文化，他一定会失败。龙国流星开启龙国美食文化赋能。不好，接连3场美食国运之战，几乎已经榨干了流星的体力与精神。现在的流星状态很差，不知道能不能撑到文化赋能结束。如果文化赋能中断，菜品评级一样会下降。流星他没事吧？可恶的天竺国，就是他们强行开启国运擂台，消耗流星的精力。事到如今，只能希望流星的文化赋能不要失败。什么天才厨师，怎么才做了几场饭，就连站都站不稳了？依我看，你还是不要当厨子了。我很喜欢你现在的态度，希望你等下还能保持这个桀骜不驯的样子。我龙国流星开启龙国美食文化赋能。自古以来，我龙国人就有吃辣味的习惯。早在《易经》世科有记，吃腊肉遇毒小烈无救，后又有市民食饮时记载，辣甘辣也，冬月成可久住也。腊肉因其善于保存的特性，一直作为我龙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军需品。在边塞紧急军情中，腊肉是唯一能长期保存的食物，支撑守军渡过补给中断的难关。你们也是军队产出的美食，不会是抄袭我们天竺国吧？闭嘴！俺老孙听得正来劲儿呢。边境苦寒，有些地方甚至会因为海拔问题烧不开水。守边将士数10年如一日坚持在边境，很多食物对于边境将士来说都十分珍贵。战士们坚守在他们的岗位上，默默地保护着祖国的每一寸山河。他们要克服的不只是边境外环伺的群狼，也有守护这个概念带来的寂寞。在这样的环境中，连吃上一顿美餐都成了奢求。边关将士苦啊，这都是为了保护我龙国的疆土，他们是真正的英雄。群狼环伺，说得好！若不是这些狼子野心之国每日觊觎我龙国国土，我龙国战士也不用如此辛劳。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有某些国家屡屡犯我龙国边境，我们的守边战士就这样吃着一块块自制的腊肉，将侵略者一次次赶出我龙国国土，甚至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有这样2位战士，在敌国几10人的包围中，嘴里紧紧咬着手雷的引线，抱着同归于尽的决心，守卫住了我龙国的大好河山。说得好，矢志不渝，百折不挠，这就是我龙国战士的血性。还有这么一位战士，在守边的冲突中战死。当战友带着他的尸骨回到家里见他的母亲时，询问他有没有生活上的困难。战士的母亲回答道：“我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想知道
我的儿子他战斗的时候勇不勇敢？众将答曰：勇冠三军，青史留名。没错，我龙国人永远不会忘了这对英雄母子。如有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今有臣母问勇，勇冠三军，青史留名。勇冠三军，青史留名；勇冠三军，青史留名；勇冠三军，青史留名。边境的腊味虽然做法朴实，但其实从来不只是一块勋将制品，它是边境战士以时间铸界碑，以鲜血凝国防的体现，是我龙国战士血性与坚持的表现。因此，我刘星以龙国守边将士的精神与故事，为我龙国美食进行文化赋能。我刘星向全龙国所有的守边战士致敬。刘星，你敢！你要是完成文化赋能，天竺国必将与你不死不休。刘星，继续进行文化赋能，无论事后天竺国耍些什么小手段，我龙国都将是你最坚强的后盾。赋能结束。检测到龙国文化赋能成功，最终腊味和炒评定结果为 SSS 级美食。判词：蜡不分餐，士气扬宾和印马见凝霜。一腔热血融寒夜手的神州日月长。龙国获得奖励，龙国军事力量提升100%。未来50年内，其他国家不允许进犯龙国边境。龙国人每日获得1盘腊味和炒。3S 级美食，又是一道3S 级美食，而且未来50年内，我龙国在边防方面可以高枕无忧了。刘星，你是我龙国的功臣。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都快给俺老孙听哭了。好吃，好香的腊肉，腊肉与腊肠极具特色的烟熏风味。在蒜苗的刺激性味道影响下，反而变得柔和。炸过猪油的腊肉片不仅没有损失掉风味，反而变得香脆可口。这等好货，俺老孙可是有些时日没吃了。想当初灌江口二郎打猎时，还常常邀俺老孙去做客呢。好吃！刘星的厨艺堪称是独步天下，除了这等天才，我龙国国运不衰呀！药药，我要吃药药。乖，慢点吃，这都是我龙国的流星哥哥赢下来的好吃的。你可要记得谢谢流星哥哥哦。可恶啊！居然真的这么好吃！这小子为什么总有办法化腐朽为神奇？如果这龙国的厨师要是一直能产出这种高水平的美食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要他死！冒犯我天竺之神的神威，他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与其吹牛，我觉得你还是早点想好，你们天竺国等下输了的时候怎么办吧。本次国乐擂台比赛的结果为龙国胜出，奖励龙国恢复10种食物。天竺国失败惩罚为失去玛莎拉香料。如果天竺国失去了玛莎拉，我们海外的几万家天竺快餐应该怎么办？
可恶的龙国，我要你们付出代价！问在场的国家，谁还敢与我龙国一战？敢问在场的国家，谁还敢与我龙国一战？可恶的龙国人，难道就没有人能治得了他了吗？哼，你说的轻巧，要不你们天竺国再消耗20年国运跟他拼一拼？哼，你们这帮狡诈无耻的霓虹人，休想把我们天竺国当刀子使！再问一遍，在场的国家，谁还敢与我龙国一战？本条众国为我龙国寻回失传美食文化。刘星，你是我龙国的英雄。好小子，有气魄！看谁不服，就应该打过去。没有国家向龙国发起挑战今日的国运之战。到此为止。到此为止，成功了，我成功。刘星，你怎么了？我这是睡了多久了？我记得好像……我在参加国运擂台来着。龙国现在怎么样了？刘星，你醒了。现在你感觉怎么样了？你晕了大概有3、4个小时左右，可让我们龙国的百姓担心死了。我很好，我昏迷的这段时间，龙国没出事吧？拜你这3战3捷所赐，那些平常在国运擂台上不可一世的国家，现在都不敢正眼看我龙国，特别是霓虹国与天竺国，他们因为消耗了国运，现在做什么事都小心翼翼，生怕一个不注意啊，就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灭顶之灾。刘星啊，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我代表龙国人民向你敬礼。刘星啊，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我代表龙国人民向你敬礼。请您不要这样，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这是你的功劳，龙国会把你做出的贡献铭记于心。另外，我们打算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一家厨艺学校，这座学校将负责未来我龙国美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我们希望届时你能出任校长一职，为我龙国未来的发展出一份力，所有待遇全部按最高标准。当然，刘星，你有任何要求也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一定全部满足。我没有什么要求，现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你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心性，当真是人中龙凤。如果没有问题，过几天我们的学校就正式开始教学，以应对接下来的国运美食对决。大事不好了，领导，大事不好了！干什么？这么慌慌张张的，如果打扰了流星小英雄的休息怎么办？老鹰国联合周边的半岛国、霓虹国等国家，一起对龙国实施了预制菜制裁。什么？预制菜制裁？不好意思，请问什么叫预制菜制裁？预制菜制裁就是将一个国家内的预制菜工厂全部撤出该国，从而影响该国百姓的生计。自从国运美食对决降临，很多在擂台上失败的国家都出现大范围的食材稀缺现象。老鹰国的资本趁此机会将快餐和预制菜推广到全球。很多国家没有食材，只能任由老鹰国占据国内的美食市场。我龙国10几亿人，如果没有了预制菜，将会面临十分严重的后果。您如果信得过我，不如把这件事情交给我解决，怎么样？你一个人就算把大勺都抡飞了，又能做出多少人的吃食？而且国运美食对决那边随时可能需要你出手，如果在这时让你累倒，
我就是全龙国的罪人。您理会错了，我的意思是，让我在全国范围内开启直播，亲自教大家一些简单的菜式，以此来共克时艰，共度难关。这真的能做得到吗？当然，只不过这种教学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龙国能在老鹰国这样的制裁下坚持多久。好，你只管解决问题，时间交给我来争取。李委员，立刻给刘星准备好今晚上黄金时段的现场直播，龙国人民等不起了。是。什么？老鹰国脸都不要了？每年在我龙国卖预制菜挣到几万亿，现在看我们龙国要好起来了，就想过河拆桥。这下可怎么办才好？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老鹰国制裁我们吗？无论如何，我们龙国人不能被老鹰国看扁。我宁可饿死，也不能因为这种阴险手段背叛我的国家。对，没错，我们与龙国永远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去死吧，老鹰国！龙国必胜！怎么样？面对我们的预制菜威胁，龙国是不是已经乖乖束手就擒了？没有人比我更懂龙国。现在的情况可能和你想象的有所差别。龙国人现在群情激愤，表示要与我们老鹰国抗争到底。什么？他们怎么敢的？他们难道不怕我们老鹰国的制裁吗？收到消息，龙国高层希望与我们进行一次通话。哼，龙国人果然是怕了。我就说过，没有人比我更懂龙国。给我接通电话。龙国人向我们老鹰国这个人类文明的灯塔求饶吧。那样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不对你们进行预制菜制裁，而只是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增加300%。嘿，你做梦！我打电话是要告诉你，龙国绝不可能，也绝不会对你这种霸权行径低头。我们龙国人都是有骨气的。龙国人，你们会后悔！可恶的龙国人！给我对龙国开启全面的预制菜制裁！刘星啊，龙国这次能不能渡过难关，就全靠你了。开始直播。龙国的大家们好，我是刘星。刘星，是刘星，他不是晕倒吗？现在怎么出现在电视上？难道他是来给我们做饭的？刘星一个人能做出多少饭来？怎么可能够我们整个龙国吃的？我知道大家应该都看到老鹰国发出的预制菜制裁公告了，我龙国人不能被这种小小的阴谋诡计扼住咽喉。古话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今天我刘星就在这里教大家做几道简单的家常菜。太好了，是刘大厨，我们有救了！没想到刘星竟然是想要教我们做菜，这下我们不怕老鹰国的制裁了。做菜，我也可以成为一名厨师吗？各位，我想要说的是，做菜本就是我龙国人的传统技艺，这本身并不难，只要大家一起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共克时艰，让那些想要制裁我们的人后悔。首先，我要教给大家的是蒸米饭，这是我们身体所需的主要碳水来源。大厨真教了，是蒸米饭。淀粉包蒸米饭，首先要将适量的米淘洗好，放在锅底铺平，然后加入适量的水，将食指伸入水中，放在米饭上。如果水位正好高出米饭1个指节，就可以煮饭了。接下来就是等待15到20分钟，香喷喷的米饭就煮好了。煮出来了，我煮出来了！我龙国再也不怕老鹰国的预制菜制裁了。这下我也是米林林1星厨师了。我水放少了，煮出来有点夹生，但是真的能吃。谢谢刘大厨。大家都是龙国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大家不要客气。接下来教给大家的第2道菜是西红柿炒鸡蛋。首先要将西红柿烫一下，然后划10字花刀，方便去皮。他真的做到了，仅仅1天，他就让全龙国的百姓吃上了热气腾腾的大米饭。可恶！龙国的厨师竟然用这样的方法摆脱了我们老鹰国的制裁，他们这是与人类文明的灯塔作对，传下去，让我们的媒体妖魔化龙国的菜谱，就说他们吃的东西不健康，会影响寿命。是，明白。可是我们对龙国的制裁还要不要继续？继续？不能继续了！
这次就先放过他们。龙国有10几亿人，每年会给我们提供数万亿的资产，我们绝对不能放过龙国这块肥肉。我们老英国要对龙国开启国与美食战争，只要干掉那个叫刘星的小子，龙国的市场早晚是我们的。可是龙国那个厨师厨艺水平似乎很高。明天我将派出我们的最强高手，龙国的小子无论厨艺多好，也不可能胜得过他。你是说，你要把我老英国的秘密武器派出去？没错，明天一切都将画上句号。终于搞定了，一晚上教了7、8道菜，剩下的明天再教吧。刘楚，今日之事，我要替龙国百姓谢谢你。现在我们的食材与餐具都已经派发到位，老英国嘴上说着要制裁我们，但几家预制菜工厂迟迟不肯走。不过现在的民众已经开始自发抵制预制菜了，我相信过不了多久，龙国的百姓们就不再需要预制菜。到时候就是真正能让我龙国的美食文化重新崛起之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的努力也算是为国家做出了一点贡献。刘楚啊，你既填补了我龙国的美食历史，也帮助我们龙国度过了危机。我在此代表全体龙国人民向你表示感谢。不，这怎么好意思啊？我做的本来就是龙国的美食，我只不过把龙国的美食又带回给龙国而已。即使这样，我也感谢你的付出。今天你早日休息，明天我再联系你继续做菜。没想到一觉就睡到第2天下午了，看来是最近太累了。收拾，今天还要教全国人民做饭呢。老英国向龙国发起国运美食对决，相关人员将会被传送到场。国运美食对决，我还没穿裤子呀！快！幸好把裤子穿上了，要不然可就要在全球人面前丢大脸了。不过按理来说，凭借我表现出的实力，短时间内不大可能有国家敢跟我龙国发起国运美食擂台。难道是才有高手？小子，这几天休息的怎么样了？俺老孙等你可是等得好苦啊！今天你可要给俺老孙弄点好东西吃。大圣放心，我一定努力。龙国人，无论你们之前做了多少努力，今天就会在这里化为泡影。我们这次的选手是不可战胜的。不好，老英国这次要派出的选手，难道是他？没错，当年我老英国可是花了数千亿老一笔的科研经费，才将他成功研制出来。今天就是他重新出山的时候。无论你叫来什么人，我龙国的美食文化也不会输给你。是吗？有请垄断了无数快餐市场的无情杀手，缔造了遍布全球的商业帝国的商业天才和餐饮业战神，世界上第一台美食 AI 贾维斯。怎么可能？竟然真的是他！他是谁？他是由老英国研制的高级 AI 机器人，擅长研制各种快餐料理，几10年来做菜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当年就是他在国运擂台期间研发出各种预制菜和快餐，迅速地垄断了全球的餐饮业市场。也就是说，我龙国当时国运擂台的失利，和这个家伙也有着直接关系。没错，国运美食擂台对于我老英国来说是一个机会，谁能垄断粮食，谁就能获得世界。龙国的厨师，我承认你很强，只不过我们的贾维斯集结了世界上最顶尖的算法，在食物口味的校准以及食品分量的把控上，均能达到工业级的水准。你们这次输定了。
龙国加油！你是我们这些小国对抗老鹰国的唯一希望了。如果连龙国都败给他，我们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他想要我们龙国死，我理解。可是你们为什么也要帮他一起制裁我龙国？这有什么好解释的？其实我内心早就已经是一个纯正的老鹰国人了。我们霓虹国的公民也已经成为了老鹰国的2等公民。我们用老鹰国可以在霓虹国驻军的条件，换来了老鹰国的预制菜援助。要龙国失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龙国，我们天竺国与老鹰国也达成了战略合作。既然你们龙国已经冒犯了我们天竺之神的神威，还是请你们乖乖赴死吧。不过是2条好狗罢了。我龙国今天就要你们这些蝇营狗苟之辈后悔！现在你们龙国就像是砧板上的鱼肉，所作所为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国运美食对决，开启！检测到老鹰国向龙国发起国运美食对决，现在抽取本次考题，考题内容为食品销售总额比拼，两国可以任选食材自制菜品并定价。国运擂台将提供源源不断的复制品，每人限购1份，1小时后比赛结束，最终销售总额高的国家将会赢得本场比赛。销售总额，我们比的是销售总额。龙国已经完了，贾维斯做出的菜品可是早早就在全球有着无数的忠实用户。你们龙国那种精美的菜品看起来是很好吃，可到底能拿多少销量？这局你们输定了！可恶，比拼的居然是销售总额。如果只是口味或者厨艺的比拼，流星都有很大的赢面。可惜抽中的偏偏是销售总额。贾维斯对全世界影响了这么多年，比销售总额的话，怎么可能比得过他？没想到竟然是比销售总额。贾维斯可是一手撑起预制菜产业链的人，我们真的能赢吗？身为一个龙国人，等下我一定要支持流星。没错，流星的身后还有我们，不能只让流星自己一个人努力。请龙国的各位放心，我流星一定会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你不会以为你还有机会耍那些小手段跟我们抗衡吧？实话告诉你吧，只要这边斯奎奇的美食一做好，我们霓虹国将会举全国之力购买老鹰国的食品。没错，我们天竺国一样会帮助老鹰。龙国厨子，你要是识相的话，现在就选择加入我们天竺国也来得及。你们2个没有骨气的家伙，自己给人当狗当习惯了，还想拉我一起下水？哼，白日做梦！好，喜欢装硬汉是吧？龙国小鬼，你今天死定了！被咬人的狗不叫，你还是安静一点比较好。检测到对手有陨石比较强。正在开启储存模式，现在赛跑综合分析擂台对战。得出结论，每次销售总额最高的美食为星期4套餐。星期4套餐，竟然是星期4套餐，就是那个传说中10天时间抢占了全球30%美食市场的国际美食套餐。没错，当年我的老鹰国就是靠着这个星期4套餐完成了我第1桶金的原始积累。论销量，这是现在全球最畅销的食品，无论如何也不是你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鬼哥比的。星期4套餐，没想到今天竟然能有幸吃到贾维斯亲手制作的星期4套餐。据说星期4套餐制作方面几乎不需要厨师过多的参与，只依靠机器就能做出美味的食物，在销量方面则一直是全球冠军。看来龙国的厨师只能走到这一步了，毕竟是星期4套餐，输给他也是很正常的。哼，一块铁疙瘩而已，能做出什么好吃的？流星，小子，别给俺老孙丢份儿啊！是大圣，我一定带着龙国赢下这场比赛。龙国人，不要再白日做梦了。流星的小子根本没有经营过饭店的经验，而我们老鹰国的贾维斯集结了全世界所有的商业运营经验，加上星期4套餐的赫赫威名，这轮比赛
无论如何都是我们赢定了。一切都在重复的趣味，什么是汉堡？什么是炸鸡？中杯饮料一杯。是套餐准备中，目前正在出餐水平，精致汉堡零食小鸡，中杯饮料一杯正在出餐中。面包胚制作完成。这就是我们英式汉堡所使用的面包胚，它是在贾维斯体内的流水线上生产的，中间经过了和面、醒面、烤制、撒芝麻等多个步骤，其中每个步骤的把控都由机器完成，制作时间精确到秒，对面制品的把控超过人类任何厨师。好强！没有使用任何厨具，这么短的时间内，一块面包就烤制好了。肉松饼制作完成，开始组合。而这块牛肉饼更是厨师在厨房中不可能做出来的美味。它是由100%的牛肉制作而成，经过贾维斯机体内的完美配比香料调味之后，精准烤制而成。将煎制好的肉饼加入面包，加上酸黄瓜、芝士、番茄和芥末酱，这就是我星期四套餐中的第一道菜品——英式汉堡。不好！他在厨房的出品与快餐店中售卖的成品一点差别都没有，这就是 AI 在食品制作上的精准度吗？这样的产品真的是正常的人类可以战胜的吗？你们老英国把这种完全由工业生产的食物叫做美食？你懂什么？看看那些人嘴角流下的口水吧，能够吃到我老英国的科技食品是他们的福报。竟然真的是和店中一模一样的成品！是啊是啊，你们快看呐！我在老英国的快餐店中尝过这种美食，我也吃过这种味道。看着这汉堡，我就快要流口水了。天哪，真的好香啊！等一下一定要买一份尝尝。对，等一下一定要买一份尝尝。是啊，太香了，我都流口水了。看到了吧，愚蠢的龙国人，人类是不可能战胜 AI 的。英式汉堡制作完成。英式制作，英式炸鸡。人类对食物的渴求，本质上就是对蛋白质和脂肪的渴求，而炸鸡恰恰同时包含了两者。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抗拒油炸食物的香气。将冷冻速成鸡的鸡块裹粉之后，沾上一点水，之后再裹一次粉，下入170度油温炸至7分钟，一份英式炸鸡就做好了。英式炸鸡制作完成。开启制作音效。最后，只要配上我老英国的特制饮料，用它来补充部分糖分，来中和炸鸡的油腻，加之英式汉堡的碳水补充，形成了一种巧妙的均衡。这就是美食套餐制作完成。
好香啊！炸鸡的油香味已经钻进我鼻子里了。啊，汉堡、炸鸡还有饮料，3种食品补充了人体所需要的大部分养分。哇，不愧是星期4套餐。半成品的炸鸡和饮料，与其说是营养均衡，不如说是过度摄入糖分和脂肪的食品吧。你是想要把全球人民都喂成大胃袋吗？哼，这些东西让老孙看着就腻，有点像当年天天喂马的饲料。肥胖，那是医院要考虑的事情。我老英国给这些贱民吃星期4套餐，已经是天大的恩惠。难道我还要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龙国小子，你即使现在抹黑我的食物也没有用。这一场你输定了。检测到老英国菜品质量达到文化赋能标准，但因老英国没有美食文化和历史不予赋能，星期4套餐最终美食商业化评级为 SSS 级。什么破不过，即使不能文化赋能，我老英国的3S 级菜品依然所向无敌。美食商业化评级居然达到了3S 级，幸好老英国没有美食文化，否则我龙国究竟要做出什么菜才能够跟他抗衡？老英国选手美食已经制作完成，请定级。你的意思是，你这些成本极低的高油高糖食物，要卖50老硬币一份？要不你喂我50，我也尝尝看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可吃的。老英国3S最贵的。与其在这里落手最低级，如果手指也是早点上手，等下怎么样才算说的不那么难看吧？看看我们的销售组合，现在已经遥遥领先。贾维斯，就这样把我们老英国的商业版图拓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吧。请各位评委品尝老英国选手菜品。美味，这种高油高盐的幸福感，以及无可挑剔的 AI 口味配比，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美食。所有霓虹国人听令，给我尽最大努力支持老英国的星期4套餐。虽然与我天竺国的黄油鸡有所差别，但是味道确实是惊人的美味。所有天竺国人，给我玩了命的买老英国的套餐，让龙国那小子死！这些东西实在是太油腻了，老孙就不吃了。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吃得下去的。流星，抓紧时间呐！他们的销售总额增长的太快了，时间剩的越少，我们的赢面就越小。没错，流星，赶紧动起来呀！难道是与贾维斯的实力差距过于悬殊，让流星绝望了吗？我们要相信流星，他一定能做出比英式汉堡还好吃的菜的。做的好吃也没用啊！今天比的是销售总额，难道没办法了吗？看来被你们老英国蒙骗的人还真是不少。接下来就让我流星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国民大众美食。哼，小鬼，竟然对我老英国出言不逊！你龙国的食物再好吃有什么用？在科技力量的加持下，我们老英国的美食是无敌的。无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国民美食。鸡蛋？你不会是想要做煮鸡蛋吧？我承认，煮鸡蛋吃起来是比较简便，
销量少，要是想要与我们的星期四套餐相比，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煮鸡蛋，你是不是有点太小看我了？我今天要做的美食是蛋炒饭。蛋炒饭那是什么东西？鸡蛋和米饭？你想用它来打败我的汉堡？等着看吧，我龙国的美食绝对不会输给一个 AI。首先要准备米饭，最好是前一天剩下的隔夜饭。原作龙族流星就是用法式做饭，试图理解中。因为失败。隔夜饭？你这小鬼打算给我们吃剩饭吗？看来这回我们是 A 定了。流星，不要在这种地方节省食材啊！这可是关乎着我龙国命运的蛋炒饭。用隔夜饭炒饭有几个好处。首先，隔夜饭的淀粉老化，水分含量也较低，这样的饭炒起来粒粒分明，口感更好。第二，隔夜饭本身更不容易发黏，不会粘锅。第三，则是隔夜饭能够更好的吸收鸡蛋和各种调料的味道。原来是这样，不愧是我龙国第一大厨，在细节方面的把控，当真是无人能及。哼，不过是一些小聪明罢了。搞定米饭之后，接下来就要准备好鸡蛋。他竟然能如此轻易地将蛋清与蛋黄分离，这不是只有专业的鸡蛋分离器才能做到的效果吗？这个龙国厨师真是太全面了，等下我一定要尝尝他做的饭。可是他为什么要将蛋清蛋黄分离呢？龙国的蛋炒饭至少已经有了2000年的历史，汉代的时候被称为卵烤，从被发明出来开始，就立刻成了历朝历代人们餐桌上的美食。隋唐时期，蛋炒饭的做法升级，《诗经》记载，越国食碎金饭，以鸡蛋炒米饭，蛋液包裹米饭，形如碎金，也被称为金比银。而我今天要做的就是这道黄金蛋炒饭。热锅凉油，先将蛋白炒成碎絮状，盛出备用后下入米饭，在不停翻炒的同时，加入我刚刚分出的蛋黄，在炒制过程中，让蛋黄均匀地裹在每一粒米饭上。没想到流星刚刚将蛋清与蛋黄分离，居然是为了这样做。怎么可能？他的白米饭为什么全都变成了金色？当米饭粒粒分明时，加入刚刚准备好的蛋白、胡椒粉、盐以及蛋炒饭的底、一把葱花，再次翻炒均匀之后，就可以出锅了。出锅的米饭不粘不软，粒粒金黄，吃上一口唇齿留香。这就是黄金蛋炒饭，这就是黄金蛋炒饭。没想到仅仅是用鸡蛋和米饭，居然能做出如此美味的食物。这炒饭炒得真不赖，俺老孙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尝一尝了。不出所料，流星做的饭果然又引来了文化赋能。流星，加油！你是我们龙国人的希望。好，我流星为我龙国美食黄金蛋炒饭开启文化赋能。蛋炒饭是简单的食物，冷饭入锅，搭配鸡蛋快炒，几分钟之内就能做出一道能够果腹的美食。随园食单有载，饭之味在百味之上。米饭对万万千千的龙国百姓来说，是最易得的能量来源，而鸡蛋则能够补充穷苦人民身体所缺少的动物蛋白。简单的1米1蛋就能够满足一个市井穷人一天的基本生存需求。它不限时间，不限地点，不限身份，简单的调料与食材，并不会让蛋炒饭的做法变得随意。龙国人民将这2种食材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搭配不同调料，做出各种不同风格的蛋炒饭。对于龙国人民来说，如果先天条件不足，我们就会以智慧来补足环境不能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始终坚信着人定胜天。对，没错，俺老孙当年打上天宫，靠的就是这股拼劲儿。科技在发展，AI 的进步代替了越来越多的东西，
可 AI 也无法体会人民的辛苦 ，AI 也同样代替不了人民的智慧。食物，无论机械能够做出多精准菜品，能搭配出多丰富的调味，可百姓在特定环境下所发挥出的集体智慧，是 AI 永远也无法复制的。AI 对人类来讲，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它永远也代替不了厨师对环境和食客的适配。我龙国的美食文化，不靠 AI， 只靠人民。蛋炒饭做出来是给人吃的。检测到龙国文化赋能成功，最终黄金蛋炒饭评定结果为 SSS 级美食。以人为本，这就是我龙国的美食文化，这就是我龙国人民的智慧。龙国厨师说得好，我们一直被 AI 和快餐洗脑，都快忘了我们吃饭是为了我们自己。龙国的美食文化真是博大精深，入教了！好样的，龙国！好样的，老鹰的快餐！刘星，我早就说了，只靠做饭做得好吃是赢不了我们老英国的。这场比赛比的是销量，而我们老英国的销售总额早就已经突破10个亿了。刘星，零甲维斯114514191，倒计时28分18秒。比赛胜利中，目前老英国对龙国的胜率为48%。我倒要看看，还剩半个小时，你要怎么赢过我们老英国的星期4套餐？不好，刘星，现在看来，你只能尽可能的把价格定高，然后让我们龙国民众一起来支持你。我不会那么做的。刘星，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这是我龙国的危急关头，龙国百姓会理解你的。你们知道我学厨师是为了什么吗？不管你是为了什么，现在你的厨师梦很快就要破碎，10亿的销售总额，你们龙国是无论如何也追赶不上你。其实很简单，我成为一个厨师，就是为了天底下的百姓都吃得饱饭。更多时候，这句话只是一句不切实际的幻想。兼济天下听起来很美好，可天下何其之大，世界上百姓何其之多。我知道，这个世界不是简简单单的几个人就能改变的。可今天就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这些人终于站在了一起。世界上有多少人还吃不饱饭？世界上又有多少人饱受着资本的压迫？今天就是我们全球人民联合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敌人一直就只有一个，谁不想让我们吃饱饭，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小安，你这是血口喷人！你们冷静点，不要被龙国的这小子给俘获了。盯着我看做什么？这帮贱民想要造反吗？今天就让我们的敌人知道，我们不是他们口中所谓的贱民，我们靠着劳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价值不需要其他人来肯定，我们不需要被剥削，不需要被压迫，只有我们自己才是我们自己的主人。对，没错，我们已经受够了。为什么这些人压榨我们的血汗？最后的结果还要我们来承担。今天就让我们站在一起，告诉那些敌人，什么才是人民的力量。我龙国黄金蛋炒饭的最终定价为1元。说得好，龙国民众无条件支持刘星，太阳国民众无条件支持刘星，我天竺国民众无条件支持刘星，我半岛国民众无条件支持刘星，银河国民众无条件支持刘星，我骆驼国民众无条件支持刘星。不是这样的，我才是你们的神，这些贱民应该听我的。没错，我们是你们的神，不许喊！我说不许喊！去你的鸟神！你和你的婆罗门大人们整天住在最好的房子里吃香喝辣，我们达利特人也有自己的尊严。你不庇护我们，我们就庇护自己。不需要你们，不需要不为自己子民着想的牺牲。支持龙国，支持龙国！哈哈哈哈！龙国有句古话，多行不义必自毙。今天俺老孙算是见着了。警告！龙国销售总额正急速上升中，人则为行动空间。怎么会这样？
犯了这帮贱民！我们老英国是人类的灯塔，我们这些资本家是人类的精英，这群贱民也想与我们作对。涨价，我要涨价！你们两个，你可以押上你们天竺国与霓虹国未来100年的国运，将星期4套餐的价格给我涨到1000万老银币一份。谢谢你们见识我们这些社会精英的力量。可是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你到底算不算一个坚定的资本主义战士？你的人民已经不要你了，现在只有投靠我老英国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好，我师婆献祭天竺国100年国运，要求修改老英国星期4套餐定价。我霓虹国同样献祭100年国运，要求修改老英国星期4套餐定价。检测到霓虹国与天竺国献祭100年国运，现老英国星期4套餐已修改为1000万老银币一份。你们两个身为神明，不得不造福一方，甚至还背刺百姓，俺老孙休与你们为伍！哼！不可能！为什么他们只卖1块钱？销售总额还能增长的那么快？这么便宜好吃的东西，在老英国吃起来竟然违法！啊，好吃！竟然仅仅用大米和鸡蛋就做出这种美食，不愧是流星！流星真是神了，它的销量总额还在增长，马上就要反超老英国了。不，这不可能！我们的星期4套餐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贾维斯，你是我老英国最顶尖的人工智能，快想想办法！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神，都不可能抵得过人民的智慧洪流。老英国总统，你们这些垄断美食的巨头，今天就要完蛋了！时间到，国运美食销量对决中，龙国的最终销售总额为15亿6千万份，老英国的最终销售总额为13亿2千万份。最终的获胜者是龙国。奖励龙国经济总量增加100%，所有失去的食材恢复食用，惩罚老英国失去所有参与预制菜的不限。不，我的钱，那都是我的钱，那是我辛辛苦苦抢占下来的国际市场。赢了，我龙国赢了！经此一役，我龙国的美食文化必将回到巅峰时期。我是天竺国的神，之前说背弃你们都是玩笑话，只要你们还肯承认我愿意给你们其中一半人婆罗门贵族的身份。信神？那还不如信自己。你们所谓的精英和神，不还是被我们一起打败了吗？国运擂台近期能量消耗过大，将进入维护状态，预计维护时间为100年，期待与您的再次相遇。嘿嘿，现在国运擂台关停了，俺老孙也该和你们算算旧账了。结束了，这下终于可以过一个好年了。快看，流星哥哥出来了！没错，那就是流星哥哥，他是我们龙国人乃至世界人民的大英雄。我长大也要像流星哥哥一样做一名厨师。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流星今天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